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官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前避震弹簧配置的小技巧。在我们实际应用中，有很多人会遇到这个问题。因为前两天我给台湾地区的朋友调避震的时候，原来是用9.5的弹簧，是一对9.5，然后他觉得有点软，所以换成了10，就是10磅。但实际骑下来发现10磅的对他来说又过硬了。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一类的问题在我们实际应用中会经常出现，比如跑赛道的朋友，或者是跑金卡纳的朋友，这种竞技类的，他对弹簧的磅数是非常敏感和需求度非常精准的。那针对他的这个问题，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一根配9.5，一根配10.0，那么加在一起就是9.75。于是问题来了，车主问可以这样配吗？或者大家也会问可以这样配吗？那首先答案是可以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使用方法。当你选定9.75这种搭配去用在你的前避震上的时候，我们的阻尼设定应该如何呢？这个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传达的。针对不同牌子的避震，我们的阻尼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。像Showa，比如说 MT09 这类避震左右两边的设定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预载每边都有，回弹阻尼每边都有，压缩阻尼每边都有，它是对称的结构。像Showa的，像给凯旋765、川崎的大牛、雅马哈 R6、雅马哈 R1 都是这种对称式的结构。那么你就随便装，一根装9.5，一根装10.0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反过来也可以。那么阻尼设定预载你就调成一样的圈数，所有的阻尼、回弹阻尼、压缩阻尼、高低压缩阻尼什么都调成一样的。那么这时候有人问了，但如果一边是压缩，一边是回弹，预载都是两边都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把磅数较小的，比如我手里这个是10.0的，看这个位置，10.0的，然后这个是10.5的。那么我们把磅数小的放在回弹那一侧，把磅数大的放在压缩的那一侧。磅数小的弹簧本来劲儿就小，它对我们回弹阻尼的压力，也就是需要回弹阻尼更好的这个压力会减小，所以我们调起来会更加游刃有余一点。我把磅数较大的这根放在压缩这一侧，那么我们向下压的时候，它可能带来的抗压效果会更好。所以如果是不对称式的避震结构，欧林斯的 FGRT、欧林斯的 FGR400，这种是非对称式结构。那 FGR300就是对称式结构。不同的结构你可以考虑不同的放置方法。好，这个时候有人会问了，那我能不能一边9.0一边10.0呢？答案肯定是可以的，但是并不太推荐这样，因为这个差的有点多的时候，其实对于我们的阻尼的压力会非常的大。所以当你想要0.25的这种差值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微调你的弹簧磅数。弹簧决定了我们的预载，预载又决定了回弹，回弹又决定了压缩，所以弹簧的磅数是重中之重。所以今天这个知识点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灵活运用。好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机车知识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